有比来姨妈更痛苦的事儿吗？有，2月没来，我都怀疑我是不是发烧了呀。我跟同事去拜访客户的路上，他说从网上刷到过一个不花钱的姨妈催更方法，就去做夏天暴晒的石墩子。说完我俩刚好到客户楼下，反正等着也是等着，我就坐下尝试了一下，瞬间鸡皮疙瘩就起来了。我忍了一会儿，感觉屁股好像化了。客户下来接我们的时候，跟同事握完手就冲我来了。我刚想起身，接着就坐下了。不是屁股化了，是我2月没来的姨妈。咱楼上有雪糕，咱上去聊呗。吃不了凉的，开这聊。同事一下就懂了，接着把包里的小妮卫生护理旅行装塞给了我，说出差应急就靠它。一看门口的好兆头，项目也顺利拿下。可客户送我们下楼的时候，门口被一群人围了起来。我好奇过去一看，我刚才做的石墩子被拉上警戒线了。这人器材不会用的千万别乱用。我又吐了，屁股吐了。昨天健身房的跑步机爆满，我就找了个没人用的器械坐了上去，开始呼呼唤醒我的臀大肌。可没一会儿，一个教练过来让我别练了，说我都练吐了。我说我没事，我就是出点汗而已。你屁股吐了？我发誓这绝对不是我屁股吐了，应该是上次健完身，瑜伽服到洗衣液盆里忘了没洗，这一运动出汗就好像扔进了滚筒洗衣机。我赶紧打电话给闺蜜，按照正常人的逻辑，一定会给我带条裤子。把你裤子脱了给我啊！指望不上不靠谱的闺蜜，我决定趁别人不注意，一个加速。这一下我得滑出了10几米。瑜伽服的上衣，我好像也没洗。我借钱出了个差，丢了这辈子最大的人。哎，我们老板这次不当狗了，他让我这次出差一定订个豪华点的酒店，这还是我第一次住带浴缸的总统套。哇！我怕我摄像头，所以我穿衣服泡的。完事我下楼自助餐的时候，老板问我酒店咋样，我说非常满意，他说满意就行，然后就给我整了80块钱。我问这啥意思啊？他说附近找个旅馆，我说不是有酒店吗？他说那是给客户订的。啊！我疯了似的就往上跑，因为那屋已经让我造都不成样了。我那啥和那啥还在床头放着呢。来早好，来这么早？是啊，来早了，还没收拾，臭死了。那都不要了啊，都给我扔了，扔！然后我眼睁睁的看着客户让保洁把我的东西全扔了。那客户还说呢，上个住这屋的绝对是对小情侣。你的什么穿搭呀？这我要说这屋是我造的，那合作也就到此为止了。可他把我的衣服全扔了，我也没地儿去啊。最主要的就是我还发了个带定位的朋友圈。完蛋了！哇！完事我们喝到了12点，他终于松口了。你看那么晚了，要不你先……可我没洗漱的东西啊！于是趁客户洗澡的时候，我就想偷摸用一下他的护肤品。干啥呢？晚上睡觉的时候才是最尴尬的，我没睡衣啊。客户问我为啥穿浴袍睡啊？我就是怕你嫌弃我嘛。哎，那么脏，你别穿了。我希望我们彼此还是尊重一点吧。千万不要在挤电梯的时候刷剧，因为我当时也是着急，他一手就套人脖领子里了。你别动！老板，撒开！我客户啊？客户？这不仅是客户，而且是来验收我项目的客户，我都没脸在会议室里。我出去做工班就开始跟闺蜜吐槽今天的社死经历，可老板没一会儿就出来叫我了。我说我不去，刚才太尴尬了。现在更尬。我手机图屏怎么了？我油吗？比我差多了。我赶紧拿电脑给他投上了方案，趁他看着，我就想买点吃的喝的回来好好道个歉。可我一回来，客户说他看了5分钟了，问我什么创意。我昨晚刷了1宿剧，就水了1夜一次，至于看这么久吗？妈呀！这就是咱们项目的昵称的意大利面拌丝沙和混凝土的场景。那视频里边男主的挖掘机，它就严重影响到了热干面的扭矩。如果刷到咱们产品的一瞬间，它就会产生大量的胶原蛋白。
我不敢沟通啊，怎么还有广告呢？核心创意那得 VIP 才能解锁。我花钱做方案还得看 VIP？ 你呢？我赶紧把水币递给客户，让他消消气，然后抓紧扫了水币瓶身上的二维码，得了个免费 VIP， 跳过了广告给客户呈现了后面的精彩。趁客户转移了注意力，我开始在一边猛赶策划，寻思能拖几集拖几集。可客户明显是没耐心了，5倍速都开了。第5季什么时候更新？啊？假期阶段证能有多离谱？就一进公司这个门吧，他就浑身难受。老板说让我抓紧开门店找回状态。我冲！人工智能的发展就是让工人别太智能，我从头到脚那能不主动尽量被动。我还新入手一个臀部按摩器，大腿粗，还带加热，一个往上一坐。怎么安静了？我当时用力坐着，不让那按摩器发出动作，它好像是压感的，越重它越动。我一心话感觉不太对劲了，突然颤抖肠胃蠕动，我想吐，我手绷不住的那种，但我还是很礼貌的调整了分站角度。我的心血！我的早饭。完事，客户还是比较有格局的。他吃完饭回来，还让老板以后给我充足的休息时间。你被开了啊！然后我起来收拾东西的时候，突然闻到一股泡菜味，原来是客户做我工人在那换洗。哎，看我这是啥？我说臀部按摩器，他说他想试试。不。客户说这几天他痔疮还便秘，没想到还有这种享受。我说你非要试，那就拿着这个吧。他问我这又是啥？我说这是舒洁湿厕纸，无论多拉、唑拉、溏拉，那都能擦干净。尤其是有痣青年的敏感局部地区，植绒面料呵护娇嫩肌肤，纯化水配方，成分安全，7秒速干不反渗。他懵了，我说你先别懵，我看说明书了，这臀部按摩器饭后不能使用，你非得用，拿着吧。公司停电，结果我跟客户蹲在了一个坑里。我一直纳闷，为啥准点下班会有种罪恶感？只要有同事在卷，那我一起身就会被打上摸鱼1天的标签。我就想知道，前天把人大楼都黑了的汇仁，能不能来我们公司一趟，让我准点下个班啊？再这么卷下去，我真的要透支了。于是今天下班，我就准备和同事们拉了电闸，反对加班。正在和客户喝酒的老板，那一听公司停电了，买了一箱蜡烛就冲公司来了。嘛去啊？不干了？怎么着？是一起祈祷吗？他说这几天加班就是为了今晚客户的项目，只要今晚能做出来，那每人奖金1万啊！我当时奔着电销就去了，我电闸一拉，立刻。这下真学着黑大楼了，我想趁黑赶紧溜了，可我有验房证啊！大门口脸撞到了个肉肉的东西，我打开闪光灯一看，我当时一个没忍住，就吐了。客户应该也是喝多了，那一看我吐，他也勾出来了，他奔着厕所就去了。等客户吐完回来，我摸黑找了2瓶饮料跟他道歉，只要一来电，马上加班赶项目。客户一看我炫了一瓶，他也开始炫了，可我怎么感觉这饮料不太对劲呢？过期了。把地脱了。我去厕所顺拖把的时候，就听到客户在隔壁宣泄，可我把拖把顺了好几遍，怎么公司越拖越有股酱香味呢？我打开手电筒一看，客户吐女厕所拖把池里了，我还得站到公司抹匀了。我这一紧张，那瓶过期的饮料也开始折腾了。趁着公司黑没人发现，我就想先走厕所去，可我刚一蹲，就感觉被一双有力的大手给拖住了。随后我就听到了一句。我当时一个没忍住，直接就决堤了。那人急了，照着我安全就给了一巴掌。我一害怕又没忍住。后来我们公司到点就催着下班了。下班！因为我们老板说，再也不想有人拿翔报复他的客户了。是什么把职场社恐逼到厕所吃火锅？是因为我们老板到了相亲的年纪，一下班抹完发油，溜得比我们还快。好，我马上到。最近应该是相中了，好几天都没来公司了。但我们白天敬业工作，晚上主动加班。可那晚夜宵刚吃一半，停电了，然后就听到了走廊里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。
当时我们这家小时候在家看电视，听到了钥匙插门里的声音，那当场就炸锅了。摸着黑，端着作案工具就开始东躲西藏的。我一眨眼，桌子上就剩个锅了。我端着那滚烫的锅，藏哪都有人。没办法，我就直奔女厕所去了，毕竟这才是最安全的地儿。嚯，这带相亲对象来的。还是把公司的利益非他不认和龙堂清。哼，他单身还是有原因的。我的本事呢？你全给他拿来了？这可是喝了无糖七爱比学校绝配，上了一点班，可不得放松一下吗？这锅烫的我是实在端不住了，完事我刚要出去，结果就听见厕所门口传来了高跟鞋的声音。我屏住了呼吸，毕竟在厕所吃火锅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，可他居然悄悄强问我借东西。你好，能借张纸吗？我一紧张，捞了瓶白水给他递过去，过了会儿听着没动静了，我就冲了出去。这场面我是实在刹不住啊！我脚底一滑，溅上了一锅牛油汤底。